女人震惊地发现，7岁的女儿不仅被性侵了，而且头部还遭受了重击，于是赶紧将她送去了医院。随后医生向警察证实，小女孩是被刷子侵犯了，而且也在私处发现了毛发。同时出人意料的是，女孩身上还有多处骨折，并且全都是旧伤，只有头部的伤发生于10几个小时前。对此，母亲杰美称，每次去前夫那里接女儿时，女儿艾丽都是闷闷不乐，并且她上床睡觉时还好好的，言外之意就是前夫对女儿下的手。谁知说曹操到，前夫永强此时收到消息也赶了过来，一见面就大喊要见女儿，但却被警察阻止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了嫌疑犯。接着就被带到了一边。警察想再次确认母亲的猜测，而杰美也表示永强脾气暴躁，自从我嫁给玉田后他就更糟糕了。 I know Denny hates me, but why take it out on an innocent child? 然而永强根本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并十分自责不该让杰美接走女儿，同时一口咬定是杰美的现任玉田干的，因为他以前就发现艾丽身上有淤伤。可他一问是怎么回事，女儿就只知道哭。 You report him? Of course I reported him. But Jamie told the caseworker that it was me. Hey, why would you do that? Because she wants Emily all to herself. 所以整个案件目前是个说个话，双方互相指责，母亲怪罪父亲，父亲怪罪继父。但经调查，永强是国外移民，并且犯有抢劫和伤害罪前科，目前在女儿就读的小学里当厨师，而继父玉田则是银行高管，至今还在外地出差。那么问题来了，上流社会的杰美怎么会看上永强这个小厨师的？ Jamie was kicking an amphetamine habit, and Denny was teaching a dance class at the time. Jamie got pregnant, and her mother demanded the clinic fire Denny, or else she'd have their license revoked. 而杰美的母亲很不一般，既是基金会的主席，又是前驻中国大使的遗孀。交流完这些情况后，警方也有了继续侦查的方向。随后兵分两路又行动了起来。首先，本森两人来见了杰美的母亲，老太太却称杰美是被永强强奸的，但女儿当时不适宜照顾生病的婴儿，所以才同意永强共同享有抚养权，并且杰美是个资深毒虫。She was an only child and her father indulged her. When he died, she indulged herself. She was Daddy's little girl, and she took full advantage.She finally became so incorrigible, I sent her to boarding school. 而当时杰美才11岁，好在至少怀孕让她清醒了过来，这才开始好好过日子。接着泰勒想知道玉田是否支持杰美诉讼争取监护权。 Completely, and he paid the price. The day after she filed, Denny broke 3 bones in his face and threatened to kill him. What did Randall do? Against my advice, he offered Denny a deal. He wouldn't file charges if Denny would agree to give up the child.并且本周5就是签署文件的最后期限。原来3人为争夺艾丽的抚养权正打得不可开交，同时图2人来到了儿童福利局。经过询问得知，因为杰美当时在戒毒，所以才把艾丽的抚养权判给了永强。而这件事还是杰美母亲动用人脉极力促成的。可在1年前，杰美突然提出了反对，并提出了对永强的虐待指控。然而福利局并没有找到证据，所以没立案。 Broken bones ain't sufficient enough.Normal childhood mishaps. And how would you characterize this latest mishap? 负责人顿时被怼得哑口无言，看来也是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既然儿童福利局这么敷衍，2人只好又来到了艾丽的学校，询问校长向福利局提交虐待报告的事。哪知校长表示，只要有伤害他就必须报告，即使是简单的压力。而艾丽说自己的骨折是骑脚踏车摔的，可警察质疑是永强造成的，但校长予以了否认，因为他已经认识永强6年了，一次也没听过他对女儿大声说话。然而警察不相信这些表面现象，因为孩子不见得会对老师说实话，于是他们找了艾丽的小姐妹，希望从她嘴里得到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而不出所料，小姐妹果然了解一些事情。她说永强很生气，因为杰美要把艾丽带走，并且永强说过要带着艾丽出国去旅行。听了这话，警察立马意识到永强这是想提前1步带走女儿，于是赶紧去查了航空公司，果然发现永强已经买好父女俩的机票了，航班就在本周5。既然得知了永强有这个意图，警察立马又传讯了他，但永强表示只是想带走女儿而已，因为儿童福利局不相信他很可能失去抚养权。但警察早就了解了永强的前科，所以认定就是他虐待了艾丽，于是不断施压，逼迫他赶紧老实交代。哪知就在永强即将顶不住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突然救了他。化验室刚刚传来消息，永强的血型与性侵采证到的毛发样本不符，所以他的嫌疑一下子被排除了。于是警方只好重新寻找嫌疑人，并请来了心理医生帮忙。 Child abusers are generally adept at manipulating emotions and shading perceptions. But in this case, the abuser had to contend with 2 separate social and familial groups, one of which presumably offered a safe haven. That requires some finely tuned social radar. 而他虐待孩子的理由，也只是为了宣泄怒火。 Rage over what? Sexual inadequacies, abuse in his childhood. So someone with low self-esteem. 并且这种人既能在一个领域里表现出异常行为，也能在另一个领域里表现非常出色，这不由得让警察想到了继父玉田，他正好是一名著名银行家。于是警方又把玉田锁定成了嫌疑人，随后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一开始提问的都是一些普通的问题，
玉田也都随口做了应答。可当问到紧要问题时，玉田立马意识到自己这是被怀疑了。面对警察的追问，他再也不想搭理了。于是警察直接让玉田提供血液样本，不料他竟以侵犯隐私为由拒绝了。即使警察拿出了法官来压他，玉田仍是拒不配合。他的行为越来越让警方起疑了。既然玉田拒不交代，警察就来找他的儿子。可儿子也是很不耐烦，自称前一晚睡着了，不知道父亲几点回家的，只是听到了他和继母吵架，猜测还是围绕艾丽的事情。再多的信息他也提供不了了。鉴于玉田的嫌疑性越来越大，检察官只好来找法官申请强制令。于是法官签发命令，要求玉田明天10点前到法医室接受 DNA 对比。警察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一比对，玉田10拿9稳是跑不了了。哪知这时突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玉田明天来不了法医室了，因为他刚刚进了医院的抢救室，已经性命垂危了，有人把他打了个半死。而行凶者又是永强。面对警察的审问，永强很后悔。I couldn't hand my daughter over to the man who was molesting her. I went to his office to see if we can talk. When he saw me, he started yelling, saying that if I didn't leave him alone, he was going to charge me with harassment. What did you do? I begged him not to do this. He laughed. He said that Jamie's mother knew peopl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I was already as good as gone. 谁知这句话竟深深刺激到了永强，于是他就昏了头，就将玉田打了个半死。清醒了过来后，永强后悔的要死，可一切已经都晚了。而更可悲的是，经对比，玉田的 DNA 也不符，也就是永强打错了人。不过凶手却是和玉田有血缘关系的人，那不就是大儿子了吗？随后警察来到了杰美家里，仔细搜查了起来。马奇很快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竟是用住院手环做成的钥匙链。不用问，这是艾丽住院留下的。而就在马奇感慨万千之际，泰勒在大儿子房间里找到了一把刷子，这就是性侵艾丽的凶器。男孩承认艾丽太喜欢哭了，很是烦人，但却否认自己性侵了她，甚至声称凶手是杰美。然而杰美也没想到大儿子竟能做出这种事。那晚他把艾丽哄睡后，就带着小儿子出门买药去了，直到1个小时后才回来。期间只有大儿子和艾丽在家里，而丈夫玉田一直在办公室，直到很晚才回家。怎么看大儿子也是凶手，而更直接的证据是大儿子的 DNA 符合，这下算是锤死他了。这也能解释他父亲为何拒绝提供样本了。玉田可能猜到是儿子干的，但问题是他至今不肯招供，警察不得不先将大儿子关进监狱，挫一挫他的锐气。可这时马奇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按理说艾丽遭受了这么久虐待，应该有就医记录的。接着他拿出了那条住院手环钥匙链，这是在艾丽房间找到的。可奇怪的是，上面写的是别人的名字，而且艾丽的学校和舞蹈班都没有这个人。为了查明其中的蹊跷，俩人来到了医院。护士查到患者曾来治疗过阴道出血，医生开完药后他就回家了。然后俩人一看登记的住址正是艾丽家，按照这个思路，警察又查到艾丽曾去过其他4家医院，每次都是用的假名字，现金结算，所以没有留下记录。而奇怪的是，作为妈妈的杰美对这些却只字不提。所以马奇大胆猜测，凶手不一定是男人，大家可能被性虐待误导了，极有可能是杰美干的。It's an interesting tactic. Abuse the kid, pin it on the ex, dad goes to jail, mom wins custody by default. 心理医生却有不同看法。Kid is nothing more than a means to an end, Which is? attention, sympathy, love. People who suffered abuse in childhood tend to repeat the pattern with their own children. This is an extreme case because of the rage, but in the end, she's just wrapping herself in the warm cloak of victimhood. 而大儿子只不过是他选的替罪羔羊罢了。既然这可能就是真相，于是警察希望大儿子老实交代那晚发生的事，这样才可以为他洗清嫌疑。随后大儿子表示，那晚杰美出门后，他自己也出去了公园，大约1个小时后才再次回到家，而那时杰美已经提前到家了。所以如果大儿子说的是事实，那么杰美就有时间伤害女儿了。可问题是，这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随后队长只是去杰美家的周围调查下，果然小区的保安看到了一切。他证实那晚在杰美出门后，大儿子也气冲冲去了公园。而从附近的药店得到的消息是，杰美只用了5分钟就买完了药，算上回家的时间，顶多用了20分钟，并不是他自称的用了1个小时。所以综合这些线索，杰美作案的嫌疑非常之大。然而还是没有直接证明他性侵的证据。检察官表示，只有这些的话是不足以立案的。这时马奇想起了心理医生的分析，既然杰美迫切需求关注，那我们就可以将计就计，好好和他聊聊。随后就把杰美叫来了派出所，给他出示了一份档案。哪知杰美看了一眼后，当即脸色大变，竟是他11岁时被父亲性虐待的调查记录。而杰美也坦白，当年被父亲性虐后，母亲很生气，因为父亲都不想碰他，于是母亲吃醋之下才把杰美送去了寄宿学校。既然杰美承认了自己的经历，马奇接着谎称昏迷的艾丽已经醒了，交代了全部，并且还在梳子上采集了另一组指纹。听了这些，杰美明显急了，脱口而出艾丽是在撒谎，因为永强老师跟他说我的坏话，
我非常难受。见杰美的情绪已经被调动了起来，马奇假装要做一个倾听者，于是杰美毫无防备说出了那晚的真相。We were driving, and she wouldn't stop crying. So I pulled over to try and talk to her. But when she told me she and her daddy were leaving me forever, I pulled her out of the car and she hit her head on the curb. I didn't shove her hard. I just wanted her to stop whining so I could talk to her. 随后杰美就把艾丽放到了床上，哪知等她买药回家后，艾丽又开始哭了起来。她认为女儿这是在故意气自己，于是在变态心理的作用下，杰美用梳子性侵了自己的女儿，只是为了让她停止哭泣，就像当初母亲用梳子这样对待杰美一样。可这样还没结束，直到杰美把女儿摔到墙上，艾丽才终于停止了哭泣。I just wanted her to stop crying. Was that too much to ask? 对此马奇实在是回答不出来。一个人的童年果真实在是太重要了。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了，但可怜的艾丽却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